我曾梦想成为表达不可言说之物的诗人，而最终明白，数学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在国际数学联合会发布的 YouTube 官方视频中，一位有着标准东方面孔的年轻人，慢慢地言说着他对数学和美的热爱。他叫许俊尔，是一位韩裔数学家。由于将霍奇理论的思想引入组合学，而证明了几大猜想。他在2022年7月5日斩获了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该奖4年一次，颁发给40岁以下最有成就的数学家。然而，不同于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数学天才的想象，从小崭露头角，一路拿奖的神童。关于许俊尔，被频繁提起的词却是大器晚成。许俊尔1983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2岁时举家搬到韩国首尔。父亲许明浩是高黎大学统计学名誉教授，而母亲李仁印是俄罗斯文学教授。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艳羡的高知家庭，但即使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也没有成为一个传统定义下循规蹈矩的好学生，而是如经历着多次徘徊和一系列小奇迹。许俊尔曾竭尽所能远离数学，甚至一度辍学，走过了少有人走的路，最终他发现了数学的美，找到了最纯粹的愉悦。许俊尔称自己的童年是非常温暖和满足的，这指的显然不是学业。小学时，因为一次糟糕的考试，许俊尔将数学视为对一个逻辑上的必要陈述堆积在另一个上面的徒劳追求，并竭尽所能地远离这个学科。除此以外，学校本身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折磨，他并不是一个能很好的集中注意力的孩子。在广达杂志一篇题为《他为了成为诗人而辍学，现在获得了菲尔兹奖》的文章中，作者描绘出了许俊尔作为非典型皮孩子的形象，无法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但喜欢自己阅读，并因为探索家附近的山而差点迷路进了可能有地雷的地区。初中时，许俊尔的父亲，传统而严格的许明浩教授，仍然野心勃勃地希望以奥林匹克数学的标准推动他前进，但他并不配合。许明浩教授曾经尝试通过练习册来引导他学数学，许俊尔却选择直接抄背后的参考答案。而当他的父亲发现并撕掉相关页面后，他前往当地的书店并继续照搬答案。无奈之下，父亲只能放弃。初三时，许俊尔曾经向老师提起他想参加数学竞赛的念头，但老师给予的答复却是现在开始为时已晚。我是不会数学的孩子，这一判断因此深深地扎入他的心里。在后来的采访中，许明浩教授直言儿子没有达到家里的期望。不过，在阅读许俊尔的文章和采访后，他承认许俊尔似乎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来取悦父母，也不无自豪地称，或许正是许俊尔的这种自主性，成了他的一大优势所在。在逃离数学的同时，许俊尔将兴趣投向诗歌，并时常与身为文学教授的母亲交流。他说，我知道我很聪明，但我无法用我的成绩证明这一点，所以我开始写诗。高中时，他甚至为此辍学。许俊尔计划在上大学前的2年内完成他的杰作，并写了很多主要与他10几岁经历有关的诗和几篇中篇小说，但从没出版过。不过，此时许俊尔对数学也不全是抗拒和偏见。许俊尔和他的父亲都曾提及初中的一段经历。当时他正在玩一款叫做《第11个小时》的国际象棋电脑游戏，许俊尔花了1个多星期的时间，最终认识到这款国际象棋游戏可以被重塑为一个图形，以数学的方式解决。在玩玩具时，他也常常创造性地改变现有的框架，并尝试改变各个要素，以此突破旧有的思路。许俊尔在回忆时解释，这2个公式在逻辑上是没有区别的，但我们的直觉只在其中一个公式中起作用。而纽约时报则介绍到，通过简化数学问题并以一种使解决方案更明显的方式来重塑数学问题，一直是许多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此时，许俊尔灵活的思维已经隐隐暗示了日后独特的数学道路。2002年，许俊尔进入了首尔国立大学。他认识到做一名诗人并不能养活自己，所以希望成为一名科学记者，并选择主修天文学和物理学。起初，他对天文学的憧憬是研究从亿万年前的恒星发出的遥远光芒。然而他最终发现，如果把天文学作为职业，那将是一场与复杂设备搏斗的人生。在这儿，许俊尔又不同寻常的花了6年的时间才毕业，因为经常逃课，有许多课程他只能重修。我只是迷路了，他说，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我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但在最后1年，在所有的徘徊和迷茫之后，许俊尔终于遇上了关于数学的转折点，或者说他遇上了他的伯乐。时年70多岁，
曾于1970年获菲尔兹奖的著名日本数学家广中平佑教授，在许俊尔24岁时来到首尔国立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并教授一门名为代数几何的广泛数学领域的讲座课程。许俊尔是100多名学生中的一个。然而这门课的学生数量迅速的减少，几个星期之后只剩下了5个学生，许俊尔是其中之一。与其他同学不同，最初许俊尔坚持下来的原因是想邀请广中平佑教授做他采访的第一个对象。数学系的学生因为什么都不懂而退学了，当然我什么也不懂，但是非数学专业的学生对理解的含义有不同的标准。我确实理解了他在课堂上展示的一些简单例子，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好了。在持续的课程中，广中平佑教授为他展示了数学不同的一面。不同于其他精简且死板的理论框架展示班的本科课程，教授的课程铺开了数学研究的实时进程。这种不确定的自由让许俊尔迷上了他，这与观察那些原始数学非常不同。此时许俊尔意识到这种数学可以为他提供诗歌所无法支撑的东西。如果说他关于诗歌的体验是在教育体制和家庭压力的包围下意图确立自我而发动的反叛，那么广中平佑教给他的数学则更接近于一个没有自我的地方。在这儿，他不必为获得认可的欲望驱使，因此得以在自我之外寻找客观的、真实的美。下课后，许俊尔会特意与广中平佑交谈，并一起吃午餐。有趣的是，二人交谈的内容并不像许俊尔最初所期望的那样围绕教授个人展开，而总是回到数学上。为此，许俊尔不得不尽力掩饰自己对数学所知甚少。广中平佑回忆起对许俊尔的印象，这指许俊尔对数学所知甚少不是我有着强烈记忆的地方，他本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并不记得他的得意门生曾在他面前露出缺乏系统培训的马脚。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许俊尔毕业后，广中平佑继续在首尔国立大学待了2年，并指导许俊尔攻读这所大学的数学硕士学位。这时，许俊尔还遇到了他后来的妻子金。广中平佑有时候会回日本，许俊尔陪住他一起回去，为他提包，分享饭菜，继续讨论数学，并住在教授在京都的公寓里。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像朋友。2009年，许俊尔还和他妻子一起为广中平佑庆祝了他的78岁生日。与此同时，广中平佑继续辅导许俊尔，并特别向他介绍了起点理论。这是广中平佑致力一生并取得重要成果的领域，而他希望许俊尔接续这项工作。2009年，在广中平佑的催促下，许俊尔申请了10几个博士项目。然而，由于他的本科学历不突出，没有主修数学，课程表现较差。即使有广中平佑的推荐，他还是被除了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之外的所有大学拒绝了。同年秋季，许俊尔开始了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研究生生活。不同于其他1年级的研究生，被广中平佑带过3年的许俊尔更多的将时间花在自己的研究上，而不是课堂上。在伊利诺伊州，他开始了最终导致他证明李德猜想的工作。然而起初他并不知道这个难题。第一个冬天，他开发了将起点理论应用于图形的技术。在他研究之前，这完全是一个神秘而未知的领域。他说，我发现自己观察到的这种模式实际上是图论中一个著名的猜想，叫李德猜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不知道问题的情况下解决了问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主任罗贝特·戴克赫拉夫对此评价道，如果你把数学看作一块分为几个国家的大陆的话，我认为许俊尔的情况就相当于没有人真的告诉他存在这些边界，他绝对不受任何界限的约束。或许正是许俊尔独特的学习经历赋予了他不受限于传统思路的自由。许俊尔发布自己对李德猜想的证明不久后，密歇根大学就邀请他做专题报告。2010年12月3日，在那些1年前拒绝了他研究生申请的数学家面前，许俊尔开始了自己的报告。他的报告惊艳了在场的学者，收获了广泛的赞誉。乔治亚理工学院的数学家马修贝克忍不住感叹道，对于一名研究生来说，他成熟的不可思议。第一次见到他后，我就想，这家伙是谁？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许俊尔回到母校首尔国立大学，向包括恩师广中平佑在内的听众报告了他的成果。广中平佑对于起点理论可以应用于图论感到惊讶，并询问这是否意味着他研究兴趣的转变。是的，许俊尔在迈向数学中新的方向，但是他并没有准备好说出来。从那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广中平佑的身体不适合长途跋涉，他希望能再次见到自己的爱徒。而许俊尔则对自己没有继续教授希望他从事的领域感到愧疚。报告之后，许俊尔在2011年应邀转入密歇根大学，在这里，他继续他修道士一般的生活。据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导师米尔恰穆斯塔策回忆，许俊尔有着成熟的计划，几乎不需要任何监督。他深度投身于他的研究之中，几乎只和导师说话，甚至因为不想处理买杂货和做饭的事情而连续几个月靠冷冻披萨饼为生。那时，许俊尔已经知道里德猜想是一个更宏大、更重要的问题——罗塔猜想的特例，并对此展开研究。但这次的研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许俊尔试图将起点理论应用到罗塔猜想中，却发现可以解决里德猜想的方式在更抽象的领域拟阵中并不奏效。因此，他开始寻找隐藏在拟阵表面之下的能够解释其数学行为的其他结构。而古老的、看似与此毫不相干的霍奇理论为许俊尔提供了新的思路。许俊尔喜欢团队合作，他曾经在采访中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碗思想，我们可以理解根本无法理解的复杂数学结构的原因是每次我们一起工作时，每个碗中的水量都会增加2倍或3倍。在这项研究中，许俊尔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数学家卡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数学家卡里姆阿迪普拉西托一起组成了一个独特的3人组。前者对独立摇滚乐队有着疯狂的热爱和深入细致的了解，曾经担任大学电台的 DJ， 认为自己是在未来诗人和未来厨师的创造性想法之间做翻译。而后者最初的梦想则是成为一名厨师，曾经因为觉得不够有创造性而放弃数学这个学科。最终，3人合力完成了对罗塔猜想的证明，并于2015年11月在网上发布了他们的工作。许俊尔因此包揽了众多权威的科学奖项，获得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长期研究员和访问教授的职位，并于202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一职。此前，他在2019到2020年担任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同时，许俊尔也被认为是菲尔兹奖的有力竞争者。他足够年轻，即使在2018年没有获奖，仍然可以在2022年再次获得参赛资格。他也确实做到了。迷路、散步、穿过树林、寻找生物。广达杂志以这种诗意的绕行开始了对许俊尔的描写，事实也正是如此。即使在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后，许俊尔走的仍然是罕有人迹的岔路。高等研究院成员并不需要承担教课义务，然而许俊尔自愿教授一门名为交换代数的本科数学高级课程，认为当你教课时，你多少会做一些有用的事，但做研究时，大多数时候你都在做无用功。许俊尔也曾提及他坚持教学的另一原因，在他看来，数学家是逐渐消失的粉笔和黑板的最后守护者。他浪漫地将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称为将脑海中漂浮的想法凝固的行为，并且为了这些终将被抹去的文字而更加充分地度过当下。诗人依旧活生生地存续在他的身上。他不爱长时间工作，而是每天专注大约3个小时，其他时间他选择过自己的生活。这3个小时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用在了阅读上。我曾经试图抵抗，然而我最终向这些诱惑屈服。毫不意外的，我越来越擅长无视截止日期。2019年春天的几个月里，他顺着重温年轻时所读的书的冲动，重读了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和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几本小说。如他所说，他并不注重意志力在取得成就上的作用。许俊尔所阅读的这几本书也非常契合他的气质，近乎冥想的平和与深邃。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数学系副教授王伯同在初见时对于许俊尔的缓慢感到十分惊讶。我有这种数学竞赛的经验，作为一名数学家，你必须聪明，你必须快，但许俊尔正好相反。如果你和他谈微积分问题5分钟，你会认为这个人不会通过资格考试。他很慢，不过随后王伯同承认，和许俊尔合作毫无疑问改变了我的数学生涯。我们一起做了一些漂亮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他让我看到了作为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学者，最重要的并不是思维的敏捷或者技巧的娴熟，而是反复观察事物的极致细心和耐心。许俊尔自己并不在意这种缓慢，而是将其当成自己数学研究的必要特质。如果你足够久地思考某件事情，你就可以跨过理解的边界。对于许俊尔来说，数学的魅力还在于这是一个了解我自己的偏见和局限的过程。他相信只有一条道路可以抵达所寻找的答案，并平和而自信地称，我甚至不必提高声音来说服你的偏见，认为经过沟通人们可以弥合差异。同时，他也将这种态度带到了生活中，
对于不同的意见，他选择一步一步地往回走，回溯可能起作用的偏见或默认假设。许俊儿的整个生活都建立在常规之上，他散步，做3个小时的工作，接孩子，和妻子孩子过日子，然后重复。在获奖的官方视频中，许俊儿谈及自己的生活，并表示这种重复之中自有美存在。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他也强调培养年轻的数学家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此外，他认为韩国的入学考试结构几乎让整个国家遭受数学创伤。这种对常规的偏好有时甚至会发展到极端。第一次搬到安娜堡的时候，许俊儿发现自己缺少一条毯子。然而，由于去购物中心的路线超出了我的容忍程度，他选择走到附近的药店，买了10块布和一个巨大的订书机，然后把这些订在一起做成毯子。金在早先前往伊利诺伊州看望许的时候，曾经因为担心他的生活技能而认真地重新考虑了他们的关系。他还是于2014年嫁给了他，并在同年的晚些时候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丹。然而分娩时，他发现许俊儿在研究数学。不过从那以后，许俊儿有了很大的改观。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许俊儿说：“我学会了如何过更平衡的生活。”那是一个改变的时期，他陪着家人生活。在采访中玩笑着说：“我的孩子对数学毫无兴趣，但是像个 K-pop 天才，只要听一次架子鼓的节奏，就能猜出是 BTS 防弹少年团的歌曲，还是 Blackpink 粉末的歌曲。他不情愿地负责着金要求的家务活。我仍然不喜欢他，但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只靠装订好的毯子生活。”在常规的生活之上，许俊儿从未放弃对美的执着。卫报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挑战了科学和艺术之间相互理解的鸿沟。然而，在许俊儿看来，这似乎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激励我们去追求我们的目标，无论他们可能是什么的动力是对美的追求。给予我们动力的是我们所创造之物的永恒之美。此外，在接受朝鲜日报的采访时，他表示，诗从某种角度看是一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因为这是试图用语言沟通时难以表达的东西，因此产生了诗的模糊性。数学则通过数字和逻辑表达和分享难以落到实地的抽象概念，两者都蕴含着高度抽象的主题，形成强有力的象征。除此以外，他认为美并不能被创造，而只能发现自恒固的自然中，正如他后来在数学上看到的那样。在这样的工作中，他可以获得自己所认为的最纯粹的愉悦。这并不是他有意的特立独行，而是他整个成长经历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所赋予的与众不同。正如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从来不必拘泥于原有的条框和由此带来的疑惑与困顿，而是大胆地走出固有的边界，自由而散漫地思考与生活。获奖之后，许俊儿仍然希望发现不同数学领域之间意想不到的联系，也确信自己会继续关于美的探索。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道路，他如实说道。